特别不要脸的夸一下我乌鸦嘴。上次直播的主题相信大家还记得对吧？我说以色列在伊朗杀了哈马斯的老大，伊朗的反馈除了放几个臭屁啥也做不了啊。我主题就是这个啊，因为伊朗这种国家骨子里就怂，遇见事情就会嚷嚷两句啊，什么升国旗啊，什么游行血战之类的，最终呢什么实际行动都不会有。中国是跟伊朗特别类似的，到处瞎逼嚷嚷，发言人瞎嚷嚷啊，什么都干不了。以色列这种国家呢，相反，遇见事儿了，基本什么都不说，直接就干了，直接就干了。美国很多风格跟以色列相似，遇见事儿也不说，直接就干了。那现在呢，2天的时间过去了啊，是不是应该又算我的预言准了？又准了吧？对吧？啊，那啥反应都没有，就什么反应都没有啊。美国紧张了，那但是确实什么反应都没有啊。可能很多朋友说就是个小事儿，挺正常的一个事儿。但是我估计在那个时候，就是在我当时做直播那个时间段，这么断言伊朗是个软蛋没戏的，我自己大概看了看，应该是我能看到的华语主播、中国话主播里，好像就我一个说的这么武断的啊，小骄傲一下，对吧？国外的很多华语主播如果谈这个事儿啊，谈这个哈尼亚死啊什么这些事儿，大部分结论都是模棱两可的，会给自己留一些后路，哎，左右逢源。国内主播呢，就基本上全是傻叉了啊，全都嚷嚷着伊朗要全面攻打以色列，以色列完蛋了，惹了伊朗了等等，跟做梦一样胡说八道啊！刺杀哈尼亚那天，中国国内几乎所有的这种媒体的国际版、线上的、线下的国际版，通篇都说伊朗这次怒了，以色列完了，伊朗会把战火完全覆盖以色列等等。那现在看起来呢，全是傻子。这中国国内带节奏的小五毛和这帮傻叉似的跟着小五毛节奏的小粉红啊，真的很多，但是真的很蠢。好现象就这2天，这些人全都哑嘴了，闭嘴了，基本都不说了啊。所以呢，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但是呢，我也很坦诚的说呢，对于这些在中国活着的，不是坏就是傻的很多人来说，我说话很难听啊，但是我从来都这么武断。就这些人活着这个事儿，应该都是多余的。为啥呀？因为人是有大脑的，我们长大脑的原因是为了能够独立思考问题。这是人跟动物也好啊，包括人甚至跟畜生能彻底区分的观念，就是大脑能独立思考问题。但如果您老人家表面上长了个大脑，但根本不会去独立思考问题，你在中国待着，不仅自己一辈子心甘情愿的要被中国共产党这个流氓欺骗跟奴役，而且你自己还一辈子心甘情愿的帮着中国共产党去欺骗其他的人，迫害其他的人，经常帮着中国共产党到处散播虚假的信息，让很多正常生活的人痛苦彷徨。那么你活着的这个事儿就是全是业障。用中国文化来讲，全是业障，就是你死了，对这个世界才是福报，对你自己的家族才是福报。所以呢，活着不带脑子，心甘情愿助纣为虐，为了中国共产党剥削老百姓当走狗，不断伤害其他善良的人的这些人，真的骨子里就根本不配做人。好吧，我说话很尖锐，但是就是这样。我为什么要讲上次专门有一个主题，这次开篇又讲中东的这个话题？因为实际上中东这个话题跟咱们现在看到的中国共产党相关的问题里面很多的内容息息相连。我就问问大家，咱们如果有脑子是一个人，不是很蠢，不是这个脑子不想问题的，有没有人想过中东为什么这么乱？导致中东这么乱的本质是什么？跟中国的关系在哪儿？到底是谁在不断的挑拨中东，打来打去，打来打去，让中东一直乱着，不能和平？谁？然后再往下想，
中东那些发起战争也好、闹事这些国家或者组织的领导，通过宗教的这种概念，利用很多人所谓的盲目信仰，不断的发动挑衅、发起战争，最终呢，我们看结果，为自己都获得巨额的财富。这些人可以随便的凌辱妇女，连8岁、10岁的小姑娘都不放过，就拉到床上去强暴。每一个你看到所谓中东这些现在跟以色列闹的关系很僵的这些国家，每一个 everyday 每一个这些组织也好，国家也好，包括什么巴勒斯坦法塔赫啊，不光是哈马斯等等，是不是这些老大都在强迫大量的女性随便上床？有的人上百女性给自己生育上百甚至上千的孩子，强迫这些女性孩子当人体炸弹，是不是？所以跟大家说，明面上咱们看到所谓的中东战争，实际上从人类历史上就是一个文明和野蛮之间的一个对抗产生的结果。就以色列这样的文明国家，如果在中东的影响力大了，潜移默化，那这个地区很多披着宗教外衣的独裁者垄断控制的国家或组织，就不能够随心所欲地驱使底下的老百姓为自己的贪婪付出所有的劳动力，甚至付出所有的生命啊，耻辱啊、侮辱啊，各种东西随便给他们加付，就不能了。因为文明在前进，以色列是整个中东文明的带头。哈马斯和以色列的冲突，委内瑞拉国内这次选举产生的很多冲突，伊朗很多问题的扩散，本质上有脑子的人啊，脑子不傻的人，你想是不是全是文明跟野蛮的冲突，独裁利益跟民主利益的冲突，独裁者独揽财富和社会大众要分享国家财富之间的冲突。所以在中东这个地区拼命操控人、操控组织，和以色列制造矛盾的这些组织、这些个人，你们看他们存在的地方是不是都是中东地区经济特别落后，宗教势力统治很强大，并且利用独裁统治来掠夺大众财富的这些地方的独裁者，是不是全是这样？而在那个地区文明程度比较靠前的，大家看看沙特、阿联酋、科威特、约旦，甚至包括埃及这些国家，都是伊斯兰体系，就不会再把宗教势力凌驾在所有社会人的生命之上。因为这些地方已经有高端的文明融入了，高端文明的融入并不很排斥，由于高端文明的融入，社会进步了。由于社会进步，所以他们和以色列不仅不产生真正的冲突，而且也告知，如果伊朗真要发射，他们都会帮助以色列去拦截导弹。所以实际上跟大家讲讲，我们大家看到的这个世界发生的，比如说中东的战争、俄乌的战争，都是一样的，表面上的战争，本质上都是文明和野蛮的冲突的结果。一边是开放的文明、民主跟自由，希望最终国家的财富能够通过更公正的方式、大众的方式交给社会来去分享。一个是野蛮和封闭的体系，独裁和专制在垄断，不管外在的表现形式是宗教还是叫做什么中国共产党的政党，但是本质上独裁者都会牢牢地把控住这个国家所有的资源和利益，用于他们自己随意的鱼肉百姓。这些国家的社会大众在统治者眼里什么哈马斯的战士放狗屁什么伊朗民主，在统治者眼里都是奴隶跟蝼蚁。